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极具震撼力与深刻内涵的书《呼吸秋千》。这本书的作者赫塔·米勒是一位极具才华与勇气的作家，他以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思想，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苦难与挣扎，却又蕴含着无尽希望与力量的世界。赫塔·米勒，这位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德国作家，其作品常常聚焦于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以及人们在集权统治下的内心挣扎。他的文字简洁而富有张力，充满了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和对自由的执着追求。正是凭借着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赫塔·米勒于2009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呼吸秋千》正是他获奖后的首部重要作品。那么，为什么我要如此强烈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呢？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关键价值呢？想象一下，在那个动荡不安、充满压迫的时代，人们如同被囚禁在黑暗的牢笼中，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尊严，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无比沉重。而呼吸秋千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它能够打开我们内心深处那扇被遗忘的门，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在苦难中挣扎求生的人们，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黑暗中追逐光明的？这本书将带我们走进一个我们可能从未经历过的世界，但它所传达的情感和思想，却能够深深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它让我们思考，在面对生活的困境和挑战时，我们究竟该如何保持内心的坚定与勇气，又该如何在困境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绘的那个令人窒息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被集权统治所压迫，思想被禁锢，自由被剥夺。而呼吸秋千所展现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与1984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不同的是，赫塔·米勒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黑暗现实的批判上，而是更深入地探讨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人们在困境中依然能够保有的那一丝希望和尊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深入走进呼吸秋千的世界，去探寻其中的奥秘，去感受其中的力量。1. 呼吸的力量，生命的律动与心灵的救赎。在呼吸秋千中，呼吸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作者以呼吸秋千为书名，寓意着生命的呼吸如同秋千一般在起伏不定中展现出生命的韧性和力量。书中描绘了主人公在集权统治下艰难求生的历程，而呼吸不仅仅是一种生理活动，更成为了他与外界与自我进行连接的重要方式。在那个压抑的环境中，每一次呼吸都仿佛是一种挣扎，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生命的坚守。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呼吸是生命体维持自身生存的基本生理功能，它通过吸入氧气排除二氧化碳，为身体提供能量，维持着身体各项机能的正常运转。然而，在呼吸秋千中，呼吸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呼吸与情绪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我们处于紧张、焦虑或恐惧的状态时，我们的呼吸往往会变得急促而浅表；而当我们感到放松、平静或快乐时，我们的呼吸则会变得缓慢而深沉。因此，呼吸可以被视为一种调节情绪、缓解压力的有效工具。在哲学层面上，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呼吸冥想，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平静思绪。在冥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宁静的自然环境中，感受着微风拂面，聆听着鸟语花香，让心灵得到充分的滋养和疗愈。正如书中所写，呼吸是生命最原始的节奏，也是灵魂最深处的呐喊。在每一次呼吸中，我们都在与这个世界进行着无声的对话，都在探寻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2. 摇摆的秋千，人生的起伏与内心的挣扎。秋千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在书中象征着人生的起伏和内心的挣扎。主人公的生活如同坐在一个摇摆不定的秋千上，时而处于高峰，时而陷入低谷。他经历了战争、饥饿、迫害等一系列的磨难。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时，首先要学会接受现实。只有当我们勇敢地面对现实，才能够更好地理解问题的本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2. 调整心态。在困境中，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3. 寻求支持，不要害怕向他人寻求帮助和支持，与亲朋好友分享我们的困境和感受，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力量，也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宝贵的建议和帮助。4. 坚持不懈，面对人生的挑战，我们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要轻易放弃，相信只要我们付出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实现自己的目标。书中主人公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生就像一个秋千，有起有落，有高有低，但只要我们紧紧抓住那根绳索，不放弃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生命的热爱，就一定能够在这摇摆不定的人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和归宿。3. 自由与希望，心灵的灯台与前行的动力。在呼吸秋千中，自由与希望是主人公在困境中坚持不懈的精神支柱，也是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核心价值观。无
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和挑战，我们都要相信未来是美好的，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困难，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励志书籍、观看励志电影、与积极乐观的人交往等方式来培养自己的希望信念。3、将自由与希望融入生活，将自由与希望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让它们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在工作中，我们可以追求自由创造的空间；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寻找让自己感到快乐和满足的事情。同时，我们也要将希望传递给身边的人，用我们的积极态度和行动去感染他们。书中主人公的经历告诉我们，自由是心灵的灯塔，希望是前行的动力。在人生的旅途中，只要我们心中有自由、有希望，就一定能够穿越黑暗，迎来光明。4、苦难与成长，生命的魔力与灵魂的升华。呼吸秋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苦难的作品，更是一部关于成长的作品。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苦难对人生的深刻影响，以及人们在面对苦难时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和不屈精神。主人公在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并没有被命运打倒，反而在困境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他学会了珍惜生命，学会了关爱他人，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希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一种魔力。它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和使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苦难可以激发人们的内在潜能，促进人们的心理成长。在面对苦难时，人们往往会经历一个从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到接受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从而实现自我认知的提升和自我价值的实现。1、转变对苦难的态度。我们要学会将苦难视为一种成长的机遇，而不是一种无法逾越的障碍。相信每一次经历苦难，都是一次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的机会。2、培养坚韧不拔的精神。在面对苦难时，我们要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目标，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3、从苦难中汲取力量。我们可以从苦难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将它们转化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例如，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反思自己的不足之处，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4、关爱他人，传递希望。在自己经历苦难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关爱他人，将自己从苦难中获得的感悟和力量传递给身边的人。让它成为你人生旅途中的一位良师益友，陪伴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同时，我也要告诉大家，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在阅读《呼吸秋千》的过程中，我们要用心去体会书中的思想内涵，用行动去践行书中的理念和价值观。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生命就像一个秋千，有起有落，有高有低，但只要我们紧紧抓住手中的绳索，不放弃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生命的热爱，就一定能够在这摇摆不定的人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和归宿。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人生的呼吸秋千上勇敢地面对挑战，坚定地追求梦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